一直有许多朋友敲碗，所以今天帮你正式带来 HTC U20 5G 短评测。本期节目还是会专注在重点实测。我们先从外观看起 ，HTC U20 5G 机背采用雾面的表面处理，在质感上确实更加细腻。此外，这次机身的雾面会随着不同光线角度产生自然的光影过渡，会是比较特别的地方。而在机身手感上，虽然 U20 5G 的机身尺寸大上一些，不过边缘过渡平顺，搭配上机背两侧的弧度收边，手感上也还是比较圆润。最重要的是 ，HTC U20 5G 除了是目前已经非常少见的 MIT 手机之外，也是首款 MIT 的 5G 手机。这次也特别在机背下方印上 Made in Taiwan。机身配置上 ，HTC U20 5G 按键集中在右侧，电源按键除了采用金色点缀外，在触感上也有特殊刻纹，更有利于盲操作。底部则是有 Type-C 接孔以及单喇叭，没有 3.5mm 耳机接孔。生物安全辨识部分采用放置在背面的实体指纹辨识，选择上虽然比较中规中矩，但速度跟辨识率都比较成熟，实体还是比较稳。不过这次就没有支援脸部辨识。SIM 卡卡槽在机身左侧，采用双 SIM 或是单 SIM 加 microSD 的双卡卡槽设计。硬体最高支援 5G 加 4G 双卡，不过双卡的功能，官方预计在年底前进行更新启用。效能部分 ，HTC U20 5G 是一款中高阶定位机种，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765G， 搭配 LPDDR4X 8GB RAM 以及256GB 储存空间，容量还是比较诚意完整。在AnTuTu跑分中拿下了325384分，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完整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Xpand.com 上找到。整体来说，765G 大家也比较熟悉了，足够日常跟大部分游戏顺畅运行。若是大型游戏，稍微调整一下画质也能顺玩，没有太大问题。而在续航部分，就是这次在 HTC U20 5G 上最强势的地方。HTC 在 U20 5G 上搭载了一颗5000毫安时电池，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拿下了表现非常好的19小时6分钟，基本上1天1充，甚至日常使用下2天1充都有机会，在电量上稳稳的。对于应付 5G 跟这次采用的大萤幕，也会比较游刃有余一些，在意续航表现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咯。快充部分 ，U20 5G 支援 QC 4.0 最高18瓦的快速充电，在邦尼的0到100%充电测试中，这颗大电池花了大约2小时16分充满。通讯上也是 HTC U20 5G 的一大亮点，除了支援 5G 双模 SA 加 NSA 之外，也支援台湾全屏以及 eNDC，5G 支援度非常完整，不论是现在使用 5G， 或是未来在 5G 方案的选择上，也会来得更加弹性无忧一些。此外 ，U20 5G 也支援 NFC， 可以进行 Google Pay 感应支付。影音娱乐部分 ，U20 5G 搭载了一块6.8寸20:9 Full HD Plus LCD 萤幕，没有支援高更新率，采用挖孔垂幕的设计，整体显示效果稍微偏冷。比较需要注意的是萤幕亮度，日常使用没有太大问题，不过若是在大太阳底下会比较不足一些。而在音效表现上，这次外放采用的是单喇叭，音量还是蛮大声的，不过没有继承经典的双喇叭，还是有点可惜。系统部分 ，HTC U20 5G 整体使用界面更接近原生，同样有全萤幕手势以及深色模式。比较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邦尼的 Google 账号搭配手上的 U20 5G 也已经可以使用邻近分享的功能，打开后就可以在 Android 装置间自由快速传输档案了。而在相机上 ，HTC U20 5G 有4镜头，由上到下分别是 f2.2 800万画素118度超广角镜头 ，f1.8 4800万画素主镜头，不支援 OIS。接着是 f2.4 200万画素景深辅助运算镜头，以及最后一颗 f2.4 200万画素2公分微距镜头。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在 HTC U20 5G 的相机操作界面中，主镜头、超广角跟微距是独立的3个模式，需要透过下方的选单左右滑动进行切换。这次在 U20 5G 上也有独立的夜景模式，不过只可以透过主镜头拍摄。而在变焦上，除了可以用2指缩放外，也可以长按画面中心的倍率 icon， 接着就可以透过滑动进行倍率缩放。
以下帮你也提供几组日夜牌样张。而在夜拍部分 ，HTC U25G 也有独立的夜景模式。顺带一提，官方在这几天有推送新版的系统更新，主要改善了夜景模式的实拍效果。以下帮你也提供几组样张。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在新版夜景模式中，针对低光下所产生的暗部偏红已经获得修正。录影部分支援最高 4K 30fps， 不过在 1080p 30fps 之下，才可以开启防手震，获得更好的防手震效果。整体来说 ，HTC U25G 是一款 5G 支援度非常完整的 5G 中高阶机种，也是首款 MIT 的 5G 手机。这次也特别在机背下方印上 Made in Taiwan。在性能上 ，Snapdragon 765G 足够日常使用，大部分状况下顺玩没有太大问题。不过在系统上 ，HTC U25G 在界面上接近原生，虽然在使用上是顺畅的。不过 HTC 自家的 Sense 这次在 U25G 上就看不到了，会是稍微可惜的地方。续航力部分是这次的一大亮点 ，U25G 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一般使用下一天一充稳稳的，不用太担心。影音娱乐部分，萤幕跟音效在硬体上的选择比较中规中矩一些，适合需要大萤幕的朋友。在音效上则是单喇叭。在相机表现上，日拍大都有不错的效果，在夜拍下就会比较受限于硬体。但有夜景模式的加持，也能让画面细节有所提升。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边。这集是重点测试的内容，所以如果还有任何帮你没测到的，或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询问。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帮你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